我跟你说，我也，咋走呀？电钻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德工小米。顶呢已经吊个差不多了，预留出来一部分，就是要装晾衣架。晾衣架呢是一个内嵌的，这是某太太的内嵌晾衣架，第一次接触。不过这些东西呢，万变不离其宗，都差不多。看一下它的说明书，很不错啊，竟然有个说明书。这是吊顶薛师傅，河南人，在怀仁已经干了10多年了，在怀仁装修界没有不认识他的。根据说明书呢，把所有的配件都整理一下，然后看一下说明书所指示的哪一个配件怎么组装。这一页呢是主机，主机是打吊杆固定的，然后有2根龙骨，和龙骨呢它有4个连接件。看这一页呢就是安装出来的整体效果。看图纸很明显啊，这个晾衣架是给3030集成吊顶设计的。我们今天要安装的呢是蜂窝大板吊顶。最后这一页呢就是连接这个衣杆的，连接衣杆呢就非常简单了。现在开干，看这个位置挂螺丝的地方和我们普通的晾衣架呢是一模一样的。我们量一下的孔距，量好之后呢在机器上做一个记录。我一直都很好奇这个木梯子怎么用。咋走呀？咋越走越窄了？哎，老师，我都不知道你们这脚是搁这站着呢，还是咋搞的？我这走不了。我刚会走。哎呀，不行。哎，你表演，我看。我给你学一下咋走的。你这个才有那个，你只要是举那个推夹紧就行了。这个脚跟下面是咋连的？我咋连不进？看。哦，这儿夹住啊。哦，来，我再试试。这么一看，我的眼睛已经学会了。哎呀，哎，咋夹紧嘛？得夹紧。哎。明明感觉自己学会了，但是骑到梯子上面感觉就不行了，这是为什么？老二说他刚学会，夹紧，还是不行，看来我没有这个天赋。赶紧干活吧。哎，是不是？哦，对。哎。你别弄到一块了，你不会。我会。他不上学都过来，他今年是17嘛。哦。17学了5年，12岁就学上了。他早就过来那个，不上学都过来。出图了嘛，关键是。他跟我学了，你看我干安装。是不是？言归正传，开始安装。现在吊顶的正中心呢，找出一个中心点，画一个线。然后我们在吊好的集成板，在这边也画一个中线，这是提前组装好的2块小板子。画出中线呢，我们就用水平仪呢，在中间放一条线，和我们刚才画的点重合，也是吊顶的中心线。有了这个十字中心线，这就是晾衣架的中心点。以这个中心点呢，向两边去量，把晾衣架1.21米的长度，然后中分，一边是60个0.5。这是衣架两端打吊杆的中心点，然后再中分吊杆的间距，一边8公分。画好打孔的位置，现在我们就可以打孔了。找一个塑料袋戳一个洞，然后套在电钻上，这样呢可以把90%的灰尘都接到袋子里。看一下袋子里面接了多少，如果没有这个袋子的话，搞得满身全是灰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把4根吊杆切出来。吊杆呢，之前类似的视频拍了很多，也有很详细的教程。切割好之后呢，把这个螺丝头呢打磨成圆的，这样套螺母的时候就比较方便。这个晾衣架的主机上呢，它有4个耳朵，这个小耳朵是干什么用的呢？之前的晾衣架是没有的，哎，这还是第一次遇到。
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东西呢？在浴霸上经常会遇到。我拿这个三角龙骨给大家模拟一下。其实呢，做3030吊顶的话，这个龙骨刚好就卡在这4个小耳朵上，这也是辅助主机固定的。客户家用的是蜂窝大板，其实这4个耳朵一点用都没有，但是还是给它装上吧。如果以后改吊顶的话，还能用得上。不装在主机上，将来也是按垃圾的扔掉了。找了一根吊顶用的主龙骨，靠在这个灯条上，来把这个晾衣架给它凿平了。主机固定好以后，我们要把剪刀架呢先做一个预组，然后去测量开孔的距离。剪刀架不装的话，其实也可以计算出来，这样呢给大家看的会更加直观。剪刀架装好以后呢，我们顶到这个集成板的边线，然后按这个尺寸我们去开洞。这块大板的尺寸呢是长度2米，按我们刚才量好的尺寸标记好中心点，然后在这个位置呢要开2个洞出来。像这种内嵌 K 孔的晾衣架呢，其实安装非常麻烦，这种晾衣架在我手里也得搞2个小时。不过相应的安装费也是普通晾衣架的1倍多。开好洞之后呢，还不算完，看这个装饰片上面呢有几颗固定螺丝的地方，这几个地方呢要给它打个眼儿。从侧面来看一下这个装饰盖，这几个拧螺丝的地方呢都是凸出来的，所以我们要打一个孔，刚好把这个凸出来的点呢都定位在孔里边。然后我们要从后边呢用螺丝给它固定，本来它是2片的，然后用螺丝可以固定，因为蜂窝板的厚度呢那个螺丝太短了，所以我们就把它改装成单面。哎呀，好，这边还有个卡簧呢，这小卡，它是不是卡1个都行了？卡中间啊，卡中间，这就能上班了是吧？哦。干到这一步呢，我们这个活基本上也就算完成了，后面就剩装衣杆。最后一步就是调试了。哎 ，OK。